告别的时刻已到了，随身的行囊装些快乐，前方被乌云笼罩了，心中的拉扯困守在敌后，隐约约的沉默透露一丝丝苦涩，愿你不再没伤痛，别再踏着泪入睡，曲曲折折的世界，答案不一定绝对，伤口因为爱壮烈，让我们痛不尽解。求生的力量来自真我，战胜可敬的对手。坚持信念是我的所有，抵达心中的辽阔。有恐惧的，该警觉的，有黑暗的，该警觉的，放不下的，该警觉的，深锁的光芒。是你的仆从引爆火神元晶，杀死科斯尔，是否属实？不杀死金角巨兽，根本无法杀死罗峰。既然如此，都给我去死吧！要证明你的清白，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将你的灵魂毫无抵抗的按在面前。若是完全放开防火，我夺食金角巨兽的事情就会暴露，而且假设这眼珠王存有坏心，渗透到灵魂深处进行探查，轻则失去记忆，重则成为白痴，乃至灵魂崩溃死亡。抱歉，我不能将自己的命运放到别人手上。狱主级小鬼竟敢质疑封王不朽的能力！眼珠王，人人都有不可言说的隐秘之事，岂能让人随意查看？更何况罗峰是我虚拟宇宙公司的天才，我又怎能容许这等危险的事发生？龙爵王，你想包庇嫌犯？眼珠王，我还没问责雾龙星域为何保护不力，你竟然再三责问我。我会立即将这件事情上报给真眼王老师以及九剑尊者、天石公主两位前辈。九剑尊者、天石公主，不管你扯着谁的名号，嫌疑没有消除前，不得离开。既然你不敢接受灵魂探查，那我便派人去往事发现场搜索证据。龙爵王，在此之前，你可别把他放走了。眼珠王在听到九剑尊者和天石公主的名头后，明显有所收敛。放心，既然你仆从使用了火神元晶，那现场一定有遗留的证据。等眼珠王调查完毕，你就没事了。但我还是不放心。科斯尔的真正死因是自爆，并非火神元晶爆炸。要是眼珠王在现场真的查到什么蛛丝马迹，又免不了一番牵扯。在他搜查结束回来之前，我得想出脱身的办法。既然是有异族势力暗杀，理应把重点放在暗杀者身上。但不知为何，眼珠王却处处针对我。这恐怕还是为师的缘故。您认识他？何止是认识，
那眼珠资质平平，却有一个强大的父亲，名为石火尊者。他作为巨斧斗武场的绝世天才，为了眼珠这一个独子，耗费了无数资源和心力，到头来却把眼珠宠成了一个心胸狭隘的家伙。他嫉妒真正的天才，所以当年在我崛起的时候，他就跟我斗上了。不过，却被我狠狠蹂躏了一顿。就这样，跟我斗一次，他输一次，最后成了死敌。以此人的心胸，他来找你麻烦，我毫不意外。一来你是天才，二来他恨我入骨，却拿我没办法，只好拿你撒气。难怪他那样嚣张霸道。但整个乌龙星域，就找不到可以压制住他的人了吗？放心，那眼珠就算再霸道，也没资格决定我虚拟宇宙公司成员的命运。你等着，为师自有办法。可惜没找到罗峰设局杀人的证据，主人恐怕要失望了。笨啊！负责调查的是我们，要捏造证据还不简单？燕蛛王，现场一定有火神元晶残留的痕迹在吧？我们并未发现相关痕迹，只发现科斯尔的一些装备残片，并推断出他唯一的致命伤来自背后，可见是被偷袭致死。罗峰，你怎么解释？我并未从背后偷袭。你若再不说实情，我就将你押送到第一星域牢狱，身处人类疆域最严厉的监狱之一，不怕你不开口。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。真言。哟，眼珠，多年不见，你还是那么喜欢摆着一张臭脸呐！明明是你擅自扣押我们的公司成员罗峰，怎么反倒做出一副自己有理的样子了？你的弟子涉嫌杀死我乌龙星域成员，即将被押送到第一星域牢狱。放了他！哎呀，现在才想求你老师帮忙。哼！告诉你，晚了。这不是求情，是奉上面的命令。谁？幽魔尊者以杀戮铸就威名，就连你老爹都得敬让3分。你也可以擅自行事，不过别忘了，当年你杀我不成，反被你爹关进。你和你的弟子都一样嚣张，但这事儿没完。是。当年父亲不愿杀你，反而将我打入第9星域牢狱，整整1000年。这份痛苦，我一定会加倍奉还到你们师徒身上。维尼恩，你即刻前往地球，将这枚不朽经藏匿起来。是。
这是你用金属牌挑选的100单位的货物，也就是1000万具借助巅峰级虫族尸体。这300单位是之前说好的补偿，不过其质量定是不及你亲自选的了。多谢龙爵王。培育虫族战士正好可以用龙爵王赠送的300单位试试效果，我自己挑选的，日后留作他用。谢什么？这次让你受委屈了。那眼烛王虽然是巨斧斗武场的人，但也不能一手遮天。你可是公司极力培养的精英天才。眼烛王阴险狡诈，怕是还有什么后手。龙爵王，关于刺杀我的科斯尔，可有探查到什么线索？公司已派人在查，线索初步指向钛金宇宙国的蓝海星域境内。之后若有新动向，我会及时知会。对了，罗峰兄弟难得来一趟，不如正好找找宝。正有此意。龙爵王这几天放下公务，亲自陪我挑选虫尸，我已实在过意不去，所以这次就劳烦这2位引领者跟随我即可。好，你们2人跟随罗峰，一旦透过监控图发现有人靠近，立即避开，不允许任何人向你们靠拢。是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居住在这儿。我会把300个借主重组单位交付给你。300单位，那是……哇！我想知道，你培育借主巅峰虎甲虫族速度怎样？伊琳娜。啊，回主人，已经是借主巅峰虫族，每一头都蕴含极强的能量。我一天只能培育10头。10头，也就是说要300年才能培育出100万借主军团。不过反正我修炼也得很久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是，主人。虎甲重组，100万借主军团的开始。我必须不断变强，才能在这险恶的宇宙中生存下来，守护我的家园，我的根。啊！怎么回事？我的皮肤隐隐发麻，全身的细胞都在沸腾，似有一股无形的磁场在远方召唤着我。停下！向左，这个方向。全速前进！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也不是这里。身体感受到的召唤在不断加强，证明我的方向没错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体内细胞的沸腾似乎到了临界值，就在前面。就是这里。我是10万公里每秒飞了16天，可算到了。那你们就在这儿休息吧，我自己去就行。那就谢谢罗峰大人了，我们会在附近防止其他人靠近这里的。进了。
竟然阻挡不了。火云腾，是活性物质，就是他的召唤。可这是什么东西？好像要急切地钻入我的皮肤。而且，为什么单单在召唤我？是因为我体内血络晶的力量，还是我曾短暂研究过那块焰神族金属板的缘故？这很可能是域外战场某场远古战争所遗留的装备残骸。他是想与你融合，成为你的甲胄。谨慎起见，先把元核保护起来。蓝兄，试试吧。好强！单单一个碎片，就足以媲美界主9阶的力量。不过，我的身体也感受到了很强的压力，还有其他的召唤员。走。这些时日里，我已经搜集了232块黑色甲壳，12块银色甲壳，1块碎裂刀片。这银色甲壳比黑色蕴含的力量还要强，不可轻易尝试。至于这些黑色甲壳，已经能够组成2套完整的甲胄了。那么，焰神族文字，看来果真和那金属板有关。这个“兵”字，意味着这套战甲属于焰神族军队中底层的士兵吗？好，那这战甲以后就叫兵甲了。封锁包围帝都星，任何逃逸的飞船一律摧毁。凯文步行动队
前无宇宙国第9军团均集结完毕。神主到！为了灭口，他们竟然牺牲了这么多人命。好热闹的宴会！快看那个站在台上的小娃娃！不太对劲，想杀我？没那么容易。